中国经济崩溃了，几代人的人生都完了。过去20年，中国人几乎把所有希望都压在房子上，70后、80后、90后几乎无一幸免。房子不只是居所，更是社会地位的象征，婚姻的通行证，人生的安全感。然而，当房地产神话崩塌时，这几代人同时被卷入了泥潭。80后是中国最听话的一代，他们努力上进，背着房贷拼命加班。他们见证了中国从自行车到私家车，从筒子楼到电梯房的时代飞跃，也赶上了那场全民买房的狂潮。房价年年涨，仿佛不买房就是傻子。于是，他们成了最典型的高杠杆一族。有人一边背着200万的房贷，一边苦笑着说，房贷就是我人生的第2个身份证。但他们没想到，命运的转折来得如此之快。从2021年起，房地产开始断崖式下跌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9月，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 14.6%， 新开工面积下降 20.3%。这意味着无数人的财富泡沫被戳破。曾经那套值800万的学区房，如今市场价只剩下500万，甚至挂了半年都没人问价。房贷还得还，资产却一天天缩水。80后的人生成了负债的围城。更惨的是，他们还背着家，上有老人要赡养，下有孩子要上学，房贷利息、补课费、医保自付，每一笔支出都像是把刀。那些曾经熬夜拼命盼望财务自由的人，如今开始在朋友圈卖保险、卖面膜、做副业，只为了不让房贷断供。如果说80后是被楼市绑架的囚徒，那么90后就是在废墟中醒来的孤岛。他们在经济最繁荣的时期长大，对未来满怀期待。大学扩招、留学热潮、互联网红利，让这一代人一度相信，只要肯努力，人生就能开挂。但等他们真正走进职场，迎接他们的不是高薪梦想，而是一轮又一轮的优化通知。自2023年以来，中国的青年失业率一度高达 21.3%， 官方随后暂停公布，但民间招聘网站的实际数据显示，今年上半年大城市毕业生的平均求职周期延长至 4.5 个月，较疫情前增长了2倍。互联网行业的泡沫破裂让无数年轻人措手不及。字节、腾讯、阿里每一轮裁员都像寒潮一样席卷。教培行业被一纸政策团灭，房地产、金融、外贸接连哀鸣。00后是中国最清醒的一代，他们看穿了社会的规则，也最早放弃了幻想。我们不是不努力，而是努力没用。这句话在社交媒体上屡屡登上热搜。面对父母那代人执念的买房、结婚、稳定工作，00后越来越多地选择退出游戏。他们拒绝透支未来换房贷，不相信所谓的奋斗就能翻盘，更倾向于及时行乐。根据第一财经在2025年8月发布的调查，有超过 67% 的00后认为买房没有意义，他们更愿意把钱花在旅行、电子产品、宠物或心理治疗上。我不会像父母那样，为了一套房把命都搭进去。一位深圳00后博主说，他的朋友在北上广背着月供15000的房贷，却每天加班到凌晨2点。他说他那不是生活，是还债。这种理性躺平的态度也反映了消费心理的变化。银行数据显示，今年中国居民储蓄增速降至近10年最低，而消费主要集中在短期快乐型支出上，奶茶、游戏、皮肤、短途旅游、线下演唱会。他们用消费麻醉焦虑，用短暂的快感替代被压抑的未来。宏观数据的含义正在渗透到每一个家庭。根据国家统计局10月15日发布的数据，9月 CPI 同比下跌 0.3%， PPI 下降 2.6%。这意味着物价在跌，
工厂在停，工资在缩。经济通缩的幽灵已经不再是学术名词，而是餐桌上变少的菜，商场里空荡荡的人。制造业利润在下滑，出口连续3季度下跌。即便在金九银十的传统消费旺季，全国汽车销量仍同比下降 8.1%， 房地产销售额更是跌回10年前的水平。经济学家形容这是一场退潮式衰退，它不爆炸不崩盘，却慢慢吞噬每一个人的信心。当国家的账本被透支，企业的利润被压缩，个人的储蓄也开始枯竭。每一个看似孤立的焦虑，实际上都连在一起，那是时代集体陷入的沉默。在经济退潮的尽头，人们发现努力从来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方向错了。当房价失去了上涨的神话，中国社会的秩序就开始松动。过去20年，房地产不仅是财富的符号，更是中国经济的发动机。它牵动着金融、钢铁、水泥、家电、教育、婚姻，几乎所有人的命运都绑在这辆失控的列车上。如今，当它停下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付代价。官方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9月，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9.4%， 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滑 20.7%。这背后是数千万个无法脱身的普通家庭。在东北，70后夫妇卖不掉手里的2套房，房价从每平13000跌到7000。在广东，开发商烂尾后，业主集体维权，却发现连银行都不再愿意接电话。在成都、郑州、西安，二手房挂牌量创下历史新高，但成交量却同比暴跌近 60%。人们开始明白，曾经的财富增长不过是泡沫堆砌的幻觉。房产不再是财富的象征，而成了流动性陷阱。80后中产们手里握着的2-3套房，如今成了卖不掉的遗产。他们原本想靠房产养老，如今却变成负担。更可怕的是，房产市场的崩溃引发连锁反应，建筑业停摆，地方财政失血，银行坏账激增，青年就业市场塌陷。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已经露出端倪，截至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突破41万亿元，占 GDP 的 37%， 创历史新高。许多地方靠借新还旧维持运转，财政系统濒临拆东墙补西墙的极限。房子垮了，信心也没了。曾经，中产阶层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力量，他们有体面的职业，有稳定的收入，有房有车，追求孩子的教育、海外旅游、金融理财。那时候的他们相信，只要努力，生活就能越来越好。但当经济退潮，这个群体最先被浪击中。金融行业萎缩，房地产下行，互联网裁员，所有高收入群体的神话正在破灭。根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25年3月的调查，近 54% 的城市中产家庭表示其家庭净资产在过去2年明显缩水，其中约1/3的人出现现金流危机。他们的焦虑比穷人更深，因为他们曾经拥有，而现在正在失去。曾经他们坐在星巴克里讨论理财，如今他们在抖音上看如何还贷不破产。曾经他们推着孩子去上奥数班，如今他们在卖二手钢琴。曾经他们嫌打工人太累，如今他们也在为一份五险一金的岗位排队。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不是社会的赢家，只是泡沫时代的暂时幸运儿。现在泡沫破了，所有的安全感都一地碎裂。房子跌，股市跌，收入跌，唯一没跌的就是焦虑。这句话成了2025年无数中产的写照。失业潮、薪资倒退、阶层固化，让年轻人看不到未来，于是逃离成了新的出口。过去1年，中国护照办理量同比暴涨近 80%， 创5年来新高。留学、
打工度假、海外远程工作，甚至润学群体，都成为新的社会现象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，不一定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而是为了呼吸一点自由的空气。我不想在一线城市卷了，想去泰国做自由职业者。我存的钱不多，但只要能远离焦虑，我就赢了。这种出逃不只是身体的离开，更是对体制信任的崩塌。当年轻人不再相信未来会更好，当努力不再是通往希望的路径，整个社会的精神底座就开始松动。我们努力了30年，换来的是什么？这是无数中产和普通家庭心中的拷问。70后用青春换来了2套房，如今却在为孩子的学费发愁。80后拼命打拼，却在房贷中越陷越深。90后学历高、能力强，却成了最早被裁掉的一批。00后最清醒，却也最无能为力。这一场经济退潮，不只是财富的回撤，更是信仰的崩塌。曾经中国的梦想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如今成了别让太多人一起穷下去。曾经的口号是奋斗改变命运，如今却变成命运改变奋斗。这是一个荒诞的时代。那些拼尽全力的人，在现实面前变得渺小、无助，甚至可笑。